メリアル様、私はあなたのお役に立てたでしょうか？如果说贝利亚是奥特曼中塑造最成功的反派，那么福井初 K 就是贝利亚身边最忠诚的信徒。他的一生充满了悲情，虽然是精密棋局的操盘手，但也是深陷棋局的囚徒。为了贝利亚的终极目标，他几乎献出了所有，而这一切竟源于一场极具阴谋的拯救。他原本只是生活在美丽星球上，一个弱小的斯特鲁姆星人，但在侵略者的破坏之下，文明被毁灭了。可就在这个时候，贝利亚如同黑暗中的神明般降临，不仅拯救了失去一切的福井初 K， 还赐予了他强大的力量。也正因为如此，福井初 K 将贝利亚视为了唯一的主人与信仰，也是赋予他存在意义的唯一源头。然而，贝利亚正是看中了福井初 K 体内的斯特鲁姆器官，拥有着相位反转的机能。简单来说，就是能将正义的力量转换成邪恶的力量，并且还能持续地储存这股能量。就此，贝利亚率领着暗黑五天王和福井初 K 与光之国展开了数百年的超宇宙最终战争。最终，贝利亚在边缘宇宙的地球上与奥特战士们展开了决战，并且最终释放超时空消灭炸弹。虽然将自己的肉身摧毁，但也将整个边缘宇宙炸毁，并且不断扩展至其余宇宙。幸好奥王的出手将整个宇宙复原，而这场危机被主战场地球上的人类称为因帕克危机。不过，在战况激烈的这场战役中，福井初 K 展现了他冷静而精密的战略头脑。他来到空虚的光之国，盗取了含有奥特战士力量的奥特胶囊和升华器，并以此来执行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他在贝利亚的指示下，在天文台地下500米处建造了一个秘密基地，不仅以奥特胶囊为蓝本制造了怪兽胶囊，并用自己为实验与怪兽胶囊融合，升华为贝利亚融合兽，而且计划利用这些奥特胶囊来复活灵魂状态下的贝利亚。但是，想要启动这些奥特胶囊，就必须有利特鲁之心的能量，而且只有奥特战士才能收集利特鲁之心。这时，福井初 K 便向贝利亚提议，创造一个能够促进胶囊启动计划的奥特战士。于是，福井初 K 用贝利亚的遗传因子，创造出了能够成为奥特战士的人类生命体，并将这个幼小的生命放在了天文台的门口。就此，一项横跨19年的计划也就此展开。在此期间，福井初 K 以科幻小说家的身份活跃在地球上，甚至将赛罗的经历写成了小说。但在书中，赛罗成为了反派。同时，福井初 K 在地球上不断散发出卡雷兰分子，来吸收维持宇宙平衡的奥王的能量，并连同空气一起进入生物体内，从而停留在体内培育光球，来促成利特鲁之心的形成。至此，福井初 K 的前期计划实行得相当完美。在用贝利亚基因制造的人类生命体成长为了19岁的大男孩小鹿之后，胶囊启动计划正式开启。福井初 K 在引导下，小鹿顺利拿到了用来变身的2枚奥特胶囊和升华器，并成功变身为捷德奥特曼，开始了自己的命运之路。按照计划，福井初 K 不断的变身怪兽以及召唤怪兽，出现在利特鲁之心附身者的附近，诱导着捷德战斗和成长。最关键的是让利特鲁之心附身者向奥特战士祈祷，将体内的利特鲁之心分离，从而让捷德收集相应的奥特胶囊。就当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时，赛罗的出现似乎让计划产生了变数。于是福井初 K 计划先铲除赛罗，他利用自己科幻小说家的身份召开了新书发布会，并设计了一场阳谋。他以在场的所有观众为要挟，让赛罗接受死亡的审判。这一场计谋可谓将福井初 K 精密的战略头脑展现得淋漓尽致。但他万万没想到，奥特曼与人类之间的羁绊成为了扭转战局的关键。而且希卡利给赛罗送来了新的力量，这导致福井初 K 的这一计划功亏一篑。加上自己的身份已被小鹿赛罗以及 AIB 调查局发现，虽然现有的胶囊无法让贝利亚彻底复活，但这些因素迫使福井初 K 必须先将小鹿手中的胶囊提前拿到手。在与捷德的战斗中，福井初 K 就像一个怨妇，宣泄着自己对于捷德的蔑视及愤恨。明明他是自己所制造的工具，但他的快速成长受到了贝利亚的关注，这让福井初 K 的心理状态产生了一丝扭曲，一种复杂的嫉妒情绪在他心中滋生，就像是一个孩子害怕失去父母关注的恐慌。捷德这个仿制品正在夺走主人对自己的重视。在两人最终的对波之中，虽然双方两败俱伤，但福井初 K 还是将小鹿的奥特胶囊抢走了。就在其对小鹿给予最后一击时，来叶及时赶到阻止了他。此时的福井初 K 也是强弩之末，在与来叶的交手中不慎掉落了赛罗的胶囊，迫不得已之下只能先行离开。对于福井初 K 此次的失误，贝利亚让他将这些奥特胶囊打入自己体内，因为福井初 K 体内的斯特鲁姆器官可以将这些力量转换为邪恶力量，这也足以让贝利亚复原肉身。虽然此时的福井初 K 身受重伤，但他依然谨遵贝利亚的指示，丝毫没有半点的违抗。他来到广场中央，将所有的奥特胶囊打入自己体内，
再度化身成为佩丹尼姆之盾，但其重伤的身躯无法承受住这么多胶囊的强大力量，直接让他彻底失控暴走。而另一边的小鹿在辗转之下得到了奥特之父的胶囊，因此和赛罗的胶囊成功融合成为好勇形态。在双方的再次交战下，福井出 K 因无法承受住精神和力量的双重重压，被捷德的终结一击击败。溃败后的福井出 K 身体几乎来到了崩溃的边缘，直接晕厥了过去。但这时贝利亚已经复活，福井出 K 的使命似乎也已完成。但没想到的是，纵使贝利亚利用五帝王和天使佐格的胶囊融合成为更强大的奇美拉贝洛斯，却还是不敌获得奥王力量的捷德尊皇形态。他的肉身也再度被毁，其体内甚至还爆出了大量的怪兽胶囊，其中就有强大的黑暗路基艾尔和安培拉星人的胶囊。幸好 AIB 调查局及时将其回收并保存。面对主人贝利亚的失败，福井出 K 的精神也彻底崩溃，就像是孩子失去了妈妈，找不到了归家的港湾，直接失去了记忆，犹如一个落魄的乞丐游走在大街上。在小鹿等人的追击之下，竟被自由纪实文学作家11亚里依救下，福井出 K 也得到了短暂的安全。然而，贝利亚的失败让其余宇宙人开始了行动，都准备抢夺 AIB 回收的怪兽胶囊，以及除掉福井出 K 来夺下贝利亚的宝座。可就在这些炮火击向福井出 K 之时，熊熊的火焰触动了福井出 K 的神经，他的记忆也在此刻恢复。私は失ったのだ。ベリアル様を。空っぽの器。虚の私を見た姿を。あの方はもういない。いない！此刻的他也下定决心继承贝利亚统治宇宙的使命。私がその後を継いでみせる。不仅将蠢蠢欲动的宇宙人击杀，并且袭击了小鹿等人所在的星陨庄，因为此基地就是福井出 K 所制造的。他很快便控制了基地内的所有程序。最关键的是，福井出 K 利用基地的能量，终于修复好了自己体内的斯特鲁姆器官。虽然基地最终还是被小鹿等人夺回，但他的目的也已经达成。恢复身体能源的他，鼓动看似爱慕自己的亚离伊配合自己。他以亚离伊的性命为要挟，要求小鹿等人将黑暗路基艾尔以及安培拉星人的胶囊作为筹码交换。而就在福井出 K 按计划拿到胶囊之后，他残忍地将亚离伊杀害。因为相比较继承贝利亚统治宇宙的伟大使命，其他的一切对于自己都不值得一提。为了彻底强化自己的斯特鲁姆器官，福井出 K 沐浴在自己故乡斯特鲁姆星球的光芒之下。这道光芒每30年也仅在冲绳出现仅有的几分钟。完成一切准备的福井出 K 也将与捷德做最后的对决。战斗前期，福井出 K 变身后的佩丹尼姆之盾完全压制了捷德的豪勇形态，小鹿也再次融合升华为尊皇形态。为了完成最终的收场，福井出 K 直接将黑暗路基艾尔和安培拉星人的胶囊打入自己体内。然而，福井出 K 并不能完美的驾驭这两股强大的能量，虽然身体再次巨大化，体内也充满了能量，但他却无法将这些能量完全发挥出来。捷德也借此施展尊皇超绝破坏光线，随着强大光线的持续输出，直接撑爆了佩丹尼姆之盾的身体。在一阵巨大的爆炸过后，福井出 K 还是失败了。然而就在此时，死去的11亚离伊突然出现，不仅拿走了黑暗路基艾尔和安培拉星人的胶囊，甚至直接将福井出 K 的斯特鲁姆器官取走，并且将其彻底吸收。原来贝利亚早已附身在其体内，他利用福井出 K 拿到了变成究极形态的所有筹码。因此此时的福井出 K 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而且失去斯特鲁姆器官的他，生命也迎来了最后的几天的倒计时。但是这一场彻头彻尾的利用与背叛，福井出 K 并没有失意和怨恨，反而因此陷入狂喜之中。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实现自我价值的恩宠，因为自己的身体部件能够成为主人力量的一部分，是主人对自己价值的最高认可。虽然自己的生命正在迅速流逝，但他却更加狂热地协助贝利亚战斗。在贝利亚晋升为极恶贝利亚与无限赛罗战斗之时，福井出 K 以令人的家人性命为要挟，逼迫赛罗放弃抵抗。这种被背叛后依旧忠诚的行为，让贝利亚都觉得不可思议。幸好莱叶的出现将福井出 K 阻止。在与莱叶的战斗中，福井出 K 已经来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但他仍然为贝利亚继续奋战。战败之际，福井出 K 濒临死亡，意识也逐渐模糊，现实与幻觉的界限开始消融，甚至将眼前的莱叶错认为是贝利亚。贝利亚様、私はあなたのお役に立てたでしょうか。あなたはベリアルの役に立った。ベリアル様。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福井出 K 才安心地化为光点消散。
而临终前表达的最终愿望，也揭示了福井初 K 一生执念的本质，这是对一个接纳自己存在的回归渴望。最后的这一幕也让福井初 K 的悲剧达到了顶点。在捷德奥特曼这部剧中，相比较小鹿挣脱命运，勇敢定义自己的价值，福井初 K 始终停留在被赋予的存在意义中无法自拔。他的一生是一曲在绝对忠诚与自我虚无之间撕裂的悲歌。他的故事超越了简单的正邪对立，触及了人类永恒的追问：我们如何定义自己，又为何而存在？